天界2位尊神连番闯我花界，火神之由我等尚且知晓，却不知夜神是何意图。锦觅仙子活泼烂漫，喜欢新奇事物，如今却被诸位方主拘束在水境当中，未免有些憋屈。润玉乃锦觅仙子友人，本意只是为其解缚。怕是另有所图吧？火神尚且直言不讳，夜神的心思何不直言？润玉心中坦荡，自问从无做出任何逾矩之事，与友人2字问心无愧。2位方主，你们别再怪小玉仙官了。小玉仙官是一位好龙，我喜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小玉仙官是一位好龙，我。谢锦觅仙子抬爱，润玉亦喜欢锦觅仙子。你和夜神怎么会？你可知锦觅是何人？你可知锦觅为何会信手变化？你可知我七幽宫的刘子池？你可知鲜花神名讳何许？你可知锦觅本性属水？你可知鲜花神的真身乃水莲一般？你可知你我锦觅3人实是异母兄妹？天哪，我一颗葡萄哪来这么多鸟兽亲戚啊？这要是真的话，天后岂不是我后妈了？太可怕了。无妨，就算我们3人是兄妹也好。锦觅仙子，我问你，除了我，你可还喜欢旭凤？喜欢。那月下仙人呢？喜欢。颜佑君又如何？喜欢。西吴宫中的仙士了天和飞絮呢？喜欢。不知长方主又如何？如果长方主以后别对我那么凶的话，我就会更喜欢了。罢了，你这没心没肺的。如果你还想要你这条小命，就赶紧跟我回花界吧。不要。10岁何无用，没想到殿下竟被锦觅迷惑至此，毁了姨母的收成。那个小妖易容赴宴，也不怪你。不过他居然敢在天帝和水神的面前展露真容，到底居心何在？天界乃清净之地，属仙竟然还带了只老鼠来赴宴，闹出这么个事来。虽属无心，但也真是荒唐。呵呵，太有趣了！蛇仙带了个小妖来赴宴，结果被鼠仙给惊到了。穗禾不敢断言，定要好好查证一番。说句不当说的，咱们殿下与夜神同此女关系非同一般，倘若放任自流，恐怕要重蹈当年天帝陛下与水神的覆辙。还有，那蛇仙颜佑一向声名狼藉，姨母莫要忘了，他1000年前因何事被贬？难道在6界中又出了个子分不成？我断断不允许再有祸乱天为之事。也罢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参见天后。你且查一查，今日来赴宴的那些下阶神仙，尤其是12生肖诛仙，一定要严查到底。我看看是哪一个小妖敢惊扰了本座的寿宴。是。锦觅如何？身体强壮着呢，灵力还有些长进。我给他煮了些安神的药物，让他喝下，早些休息。此番锦觅在天界露出了真身，这身世恐怕是要瞒不住了。
可笑那火神还以为他与锦觅是异母兄妹，骨肉之亲。哼，凭他也配。叫他误会，彻底死心，有何不好？别忘了，先主是如何惨死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无论如何，锦觅不可与天后天帝之子再有任何瓜葛。你可知锦觅是何人？你可知锦觅为何会信手变化？你可知我七幽宫的刘子之？你可知鲜花神名讳何许？你可知锦觅本性属水？你可知鲜花神的真身乃水莲一般？你可知你我锦觅三人实是异母兄妹？刘子池跟我变花有什么关系啊？鲜花神真身和明慧跟我有何干？这怎么一转眼，我们三个成异母兄妹了？天后变成了我的后妈啊！凤凰这个思维可真是跳跃。先主要锦觅做个逍遥散仙，别牵扯进这凡尘俗世、男女情爱之中。这秘密，我们肯定能藏一日是一日。何况，锦觅命中大劫未过，实在不宜离开花界。自今日起，我们轮番守夜，宿在院中。是。可是现在锦觅的阵容大家都看见了，天地那厮恐怕早晚要来问个清楚。哼，他敢！他要是敢问，让他去花神冢，自己和仙主对峙。好险呀！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应该是照着我的话吧。唉，虽说关在水晶修炼无聊得很，但总比被雷公电母抓去了灰飞烟灭强吧？你说呢，肉肉？好困啊！我跑都跑了，梦里还要把我抓回来，怎么天帝跟他老婆一样小气啊？冒昧的，将锦觅仙子请至这太虚幻境之中，还望锦觅仙子不要介意。不是找我问罪的，天帝陛下实在是太客气了。哈哈，真没想到啊！居然在梦中跟天帝陛下相遇了，哈哈！此处乃是太虚幻境，乃是仙家魂游修炼之所。偶尔幻境现于凡间，则被凡人称为海市蜃楼，以为是海中天蟾、吐纳之气所成。我初闻此说，也不免为之一笑，以为凡人无知。直到9万年前，我夜游至此，见他踏水而行，步步生莲。隐去之前，他于雾气中那回眸一瞬，我方知晓何为幻境，何为海市蜃楼。
小神天界太微，敢问仙子芳名？自他逝去，天界从此再无春色。我也许久没有来到此地。真是像。方才在那朦胧雾里面，我险些将你认错，但仔细一看你的容貌，又没有一处相似。他不爱笑，我与他相识9万年，见他展颜，也不过10次，偶尔一笑，也是转瞬即逝。他不像你这般春光明媚，天如凤堂。若非我，他这9万年间，断然不会只有这么一点点笑容，也不会就这样在寥寂中终了此生。唉，世人已矣，还请天帝陛下节哀顺变。天界与这太虚幻境已于4000年寸草不生，听闻锦觅仙子可以信守灾化，你不妨在此种些青莲如何？怎么突然就扯到种花了？不愧是凤凰他爹，思维都如此跳跃发散。听凤凰的意思，他好像也是我爹。理当尽尽孝。好。果然，天地节哀，锦觅只能以此来聊表我的劝慰之情了。你可知我方才所言乃是何人？锦觅尚且年幼，且常居水境，这所识之人嘛，都是一些蔬菜水果的。像您说的那种万把年才笑一回的深沉之人，实在没有。不过1日笑10回的肤浅之辈倒是多的是。恕锦觅见识浅薄，不知道天帝所说的是何人。方才所言之人，正是花神子芬。锦觅仙子仙龄4000余岁，难不成没有见过子芬？从没见过。真想不到，他竟然恨我至此，连自己的血脉也不肯相信。天帝陛下，您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这梦做得太奇怪了，天帝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进入我的梦中呢？鲜花神明明是半脸，而我呢却是颗葡萄，怎么会是我娘亲呢？这对父子俩真是一个比一个发散。哎，不对，这明明是我的梦啊！看来是我发散了。不怪这凤凰，白日里净说一些有的没的，入梦太深，该醒醒了。看来不是一般的梦啊。算了，既梦之则安之，难得梦见回天地，不如向他讨一些灵力，做一个灵力大涨的梦，也不算是白梦一场啊。天帝陛下，若是您喜欢看我种花，我可以经常给您种；若是您派我去天界做个花匠亦可。只是这个，怎么了？你有何难处？尽管直言。锦觅呢，灵力不高，虽然平时勤学勉励的修行，但是还是个小精灵而已。栽花种草的伎俩虽略通一二，但还是要凭借万物之力才能够变换，所以让天帝见笑啦。想必是子芬封住了你的元灵。这样吧，我授你一些灵力，你且回去修炼7期49日，便可修炼出真身。
锦觅如何受得起天帝陛下赐予锦觅的灵力呢？好孩子，你我之间本不必如此生分。我授你一些灵力，乃是天经地义之事。多谢天帝。可是你的修为不深，我只能授你5000年的灵力。5000年。啊！多谢天帝，多谢天帝。若非我数万年前一念之差，众方主也不会与天界为敌，你我也不必夜里才能元神相见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啊，不委屈，一点都不委屈。来一晚上就给我5000年灵力，你都不委屈，我委屈什么呀？希望这个梦真的不是一个梦啊！我欠子分的，都会慢慢的补偿于你，只是有一眼你要谨记。天帝陛下，但说无妨，锦觅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要切记，断然不可与旭凤、润玉生出男女情谊，你可明白？嗯，天帝放心，举手之劳，举手之劳。是在享天后寿宴上出现的葡萄精灵吗？那精灵和他确实有几分神似。因为看见那小精灵，我也会一直一起子分。这许多年，你虽然从未对我提起过子分，但是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他从未离开过。林秀，嫁给我，委屈你了。我并非怨你，这些年，你与我相敬如宾，岁月安然，我已知足。只是看到你心结未解，难免替你难过。林秀，若是想他了，就去看看他。好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你也是。你先斩后奏，把那个小妖精放回花界，现在才来谢罪。牧神息怒。你堂堂火神，尊贵的天地之子，平日里这么多双眼睛都在看着，你却与这等不成体统、连仙级都未入的小妖做朋友，甚至不惜为了这个小妖当众顶撞我怎么能够放心？锦觅多次救过儿臣的性命，也正是因为他的法力低微，儿臣不得不出手相助。锦觅年幼无知，离教生疏，但他并无恶意。你告诉我，你真的只是为了报恩，还是对他生了感情了？没有。好，那你就答应我，从此不再见那个小妖精，那母神就会宽恕他无罪。昨日，我已在长房主面前承诺，今后与锦觅再不相见，母神可以宽心了。宽心？唉，
只有你真正的当上天帝，统领天界，与穗禾成婚生子，牧神才能真正的宽心。牧神又多虑了，儿臣还要赶到教场练兵，先告辞了。若不是我多虑，你能有今日这样的地位？殿下玄夜方歇片刻，又何必急着去花界，劳累伤神呢？听闻长方主素来待下严厉，这次我偷带锦觅私游凡界，又差点在天界闯出祸端，只怕长方主不会轻饶锦觅。我要去趟花界，你们就不用跟着了。是。糟了，他定不会轻饶锦觅。天后对殿下已经心存芥蒂，这个时候殿下若贸然前去，恐怕只会火上浇油，更难以收场。旭凤昨日如此笃定锦觅乃父帝血脉，父帝昨日看锦觅的眼神又的确有异。我去请父帝。好，那我去花界一探究竟吧。一切小心。我子金锦觅，此番冒充鲜花神后人，得了天地5000年的灵力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会怪我吧？我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，如果您缺什么的话，可以托梦告诉我。锦觅上刀山下火海，一定会把您伺候的好好的。在这里，我就先谢过鲜花神啦。如此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，其实应该跟大家一起庆祝一下的。不过我不在天界，只能找扑哧君一起来庆祝啦。天后娘娘，我之前小试牛刀能换来扑哧君，没有想到我现在的灵力大涨以后，居然换来了天后娘娘。天后娘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在你死之前，我教你一点规矩。干什么呀？这是什么规矩啊？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也不管你和旭凤还有润玉之间是什么关系，就凭你这张脸，我就可以杀你1000百次。你和子芬还真挺有缘的，死在这里，也算你死得其所了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哼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已经有半个时辰了。母神冲动易怒，若是父帝再晚，只怕锦觅他。锦觅是我的骨肉，我如果贸然出头的话，屠瑶就更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样，你速传本座的口谕，就以你母神寿诞之后封赏诛仙，大赦天界之名，将你母神召回来。既然是父帝的血脉，那便是润玉的妹妹，请父帝放心，儿臣必当尽全力护持。水神先生，你不知道尊卑法度吗？不去诗风不语，倒来干涉我干什么？洛林当然知道尊卑法度，只不过本神与鲜花神乃是故交，今日特地前来墓地祭拜，
却不料看到这个孩子，险些被人夺了性命。哼，我来处置一个小小的花精，与你有何干？锦觅乃是花界精灵，既然是在花界，唯有花神与长方主有资格论罪。子芬已经仙逝，在子芬的墓前对一个低阶精灵下此毒手，天后于心何忍？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尊卑法度，说白了，不就是为了一个子芬吗？你这么做，只是为了这个小妖精吧？因为她跟子芬长得有点像，是吧？不管于公于私，洛林都无法坐视不管。你认为你能管得了吗？母神让润玉好找吗？小雨仙瓜，见过水神先生。小雨仙瓜，救我！儿臣叩见母神。本座并没有让你起来。回禀母神，儿臣乃是奉父帝口谕，请母神速回九重天，商议封赏诛仙、大赦天界事宜。天后母仪天界，自当坐镇天庭，谨言慎行。倘若惊动了众方主，闹到天帝那里，恐怕会有损天后贤良仁德的名声。好啊，夜神现在翅膀硬了，越来越厉害，竟然敢拉帮结派，和我作对了。儿臣不敢。母神，请吧。哼！水神先生、锦觅仙子，告辞。多谢水神先生。锦觅仙子可是在为子芬守坟？不过就是一点小心意罢了。锦觅，锦觅，繁花似锦觅安宁，淡云流水度此生。这是子芬生前挂在案前的2句诗，是我亲手为她抄写裱挂的。没想到子芬尚有一丝血脉流于世间。水神先生，若如您刚才所言，锦觅难道真的是鲜花神的，还有天帝的骨血吗？破世君！锦觅，你每次能不能有点准头啊？早被你弄骨折。言有唐突，见过水神先生。言有君可是来花界玩耍？没，言有从来不寻花问柳，是锦觅仙子召唤我，方才闯入花界的。你灵力见长啊！难道水神先生也是你召唤来的？你能召唤言佑君，施的是何咒？我的灵力低下，我用的就是一般的召唤术。言佑君的真身乃是水蛇，锦觅可能换水？之前火神说我体质阴寒，所以让我练习了一些水系术法。冰雹变过1-2次，但未试过换水。那你试试呗。我现在
好吧，那我今日就当着水神仙上的面试试吧。换！哎，你这个灵力啊，换水还是不行。我再试一下嘛。锦觅，你这普通妖精逞什么能啊你？一坨云，好黑一坨云啊！锦觅，赵方主，水神仙上，锦觅这是怎么了？你们看，下雪了，我把雪召唤出来了，我召唤出来了。殿下，今日为何水神也去了花界？好像是去祭拜仙花神的。本来天后想对锦觅仙子痛下杀手，毁花神种，没想到水神仙上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，甚至不惜顶撞天后。水神向来淡泊世事，不置于物。这2次见到锦觅的反应，也未免太过反常。我再去花界看看，天后若再有动作，速来报我。如何？可是灵力耗损太过所致。刚才那场大雪是锦觅召唤的，若非锦觅属水，如何能召雪唤炎佑呢？锦觅到底是何身份？如果锦觅只是一个普通精灵，你和海棠方主又怎么会如此紧张？牡丹不过是花界的丝花小仙，水神的事情，莫非自己还弄不清楚，还要他人转述不成？锦觅和子芬太过相似，却自然是葡萄。洛林实在弄不清楚这其中的缘由。锦觅从生来便有你们照顾，今日能解这个谜底的，唯有你们花界众方主了。我还说锦觅这迷糊劲儿是天生天养，原来这竟是有源头的。难道？
难道锦觅真的是？水神问我也没用。牡丹有所言，也有所不能言。我等花界方主曾向主上发过毒誓，若有半分泄露，愿自毁元神谢罪，望水神见谅。锦觅体内真机大乱，水神是否渡了灵力于锦觅？这是本神初次私见锦觅。锦觅体内灵力底蕴深厚，且行走霸道，以我之力，并无法消解呀。为了锦觅的性命，如今也别无他法了。如何？锦觅体内火阳之气甚旺，不知是谁给他渡了这么多的阳气，冲撞了他的阴寒本性。今日若非我在此，恐怕性命堪忧啊！多谢水神先上，若是锦觅出的丁点差错，我等如何向仙花神交代？锦觅，原来是我的骨肉。如何？锦觅体内火阳之气甚旺，不知是谁给他渡了这么多的阳气，冲撞了他的阴寒本性。今日若非我在此，恐怕性命堪忧啊！多谢水神先上，若是锦觅出的丁点差错，我等如何向仙花神交代？锦觅，原来是我的骨肉。先生一定是误会了，怎么会呢？那什么，既然锦觅性命已经无碍，那我就不打扰各位叙旧了，改日再来探访。神人背后无是非，哪个神仙没故事啊？此刻没有外人，你们也不用再瞒我了。我知道你们在子芬面前发过毒誓，我也不会为难你们。方才我已经探过锦觅的元灵，你们想瞒也瞒不住。我只问你们一句：锦觅可是在霜降临世的？果然。蜜儿，这4000年来，我都没有尽过一点做父亲的责任。子芬离魂天外，我有何面目去见他？蜜儿，蜜儿，爹爹扶你。来，
爹爹，先生，您认错人了吧？是爹爹我没有照顾好你。你若不愿意认我，我也绝不会怨你。不是锦觅不愿意认您，是先生您认错人了吧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子精，天生天养的。我就算是想坑蒙拐骗，也不敢找您碰瓷儿啊，是不是？傻孩子，你怎么可能是果子精呢？方才我已经探过你的园龄了，你确实我与子芬的骨血无疑。子芬？哪个子芬啊？偌大的6界，谁敢不要命撞这个名讳？鲜花神？我是鲜花神的孩子。我的妈呀！真梦真的是不可乱做。太虚幻境，我冒充鲜花神的后人，骗了天地5000年的灵力，果然是遭了报应。鲜花神啊，你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了我吧！快醒来！1、2、3。我不是在做梦，这是真的。我做了4000年的果子精，我现在是一滴水啊，还是一滴花啊？你的元神想必是子芬用迦兰印给你封印住了，所现真身并非实体，也因此你的灵力修炼有所阻碍，人身也显得略稚嫩了些。等爹爹带你去师尊玄灵斗母元君那里寻求解数，就可以还你原来真身了。赵方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仙主隐瞒此事，本是想要护你周全。既然你已经在天界露出了真身，便是瞒不住了。有水神仙上护着你这个闯祸精，也好。现如今爹爹遍地中马，昨天见一个，今天又见了一个。不过连长方主都这么说，多半是真的啦。没想到我也有爹爹跟娘亲了。爹爹，您真的是我爹爹吗？爹爹带你回家，日后爹爹绝对不会再抛下你了，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。好说好说，都好说。不过，你们都说我是鲜花神的孩子，可是鲜花神已经仙逝4000多年了，我连他一面都没有见过，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你母亲虽然不在了，可还有爹爹呀，只要有爹在，爹爹会永远陪着你的。对了，蜜儿啊，现如今你身上火阳之气甚旺，你是从何得来的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现下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出来，取回你身上相克的灵力。不是我要的，是他给我的，他给我的，我也要还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灵力？不还，你就等着吐血吐死吧！不是，是昨天夜里天帝提我的元神去太虚幻境，是他给了5000年的灵力，跟我没有关系吗？天帝？他与你说了些什么？他说，他也是我爹爹。像话！真是化天下之大忌，这般厚颜无耻之徒，怎配做天界之主？哼！若非天帝，仙主怎会魂飞魄散，含恨而终？言他是锦觅的弑母仇人也不为过。爹爹，我呸！他也好意思？海棠，你方才说什么？子芬究竟因何而去？4000多年了，你们究竟想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
仙主因何而去？说起来，水神仙上当年亦贡献过一份力。今日，我就是违背当年对仙主立下的誓言，自毁元神，也要将真相说个明白。天下男子皆薄幸，如今锦觅长大了，却一个个要捡现成的爹爹来做，当年却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仙主为保下这个孩子，拼尽了一身的护体修为？4000年前，锦觅咕咕坠地，仙主合眼之时，正是水神小登科之夜。先上春风得意，看桃花尚且来不及，又何尝有闲暇念及旧人？够了，海棠，锦觅还在里面。若是让锦觅听到这些，我们万死难辞其咎。锦觅也要被牵扯进这上辈人的恩怨情仇中，何必呢？难道说子芬是死于天元208612年霜降，而不是13年夏至？花界隐瞒子芬死讯近1年，为何？当年，海棠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众方主当年都向仙主立过誓言，仙上就莫要再逼问了。二位房主，今日小桃桃找回爹爹，千万莫再让他伤了心。现在就进去陪陪他吧。如果仙上想要叙旧的话，与我老胡叙叙便是。老胡，你也算是子芬身边的人，当年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定然知晓。仙主既然一直想要保守着这个秘密，恐怕就是不想让仙上增加更多的烦恼。不过，既然仙上不愿意做一个糊涂的傻瓜，那便做一个伤心的明白人吧。当年天帝还为天界2殿下之时，是如何步步为营的赢得仙主的芳心，这个仙上恐怕比老朽更为清楚吧。天帝为了顺利登基，与鸟族结盟，娶了鸟族的公主屠瑶为妻，背叛了仙主。仙主得知之后，是情灭神伤啊！幸亏仙上你的仁善，对仙主是万年如一日，仙主对仙上也是日久生情，这本是一件悬崖勒马的好事情啊！孰料天帝登位之后，顽信不改，竟然继续纠缠仙主。可是仙主执意不从啊！那天帝他便恼羞成怒，强行玷污了仙主。他竟敢对子芬用强！可仙主当时并不知道，已经怀上了锦觅，恼怒之下，便去了忘川。姑娘，
你在我和权位之中已经做出了抉择，你我早已是陌路，如今你又这般羞辱我，让我愧对洛林。我只有跳下这忘川，洗清我这一世的耻辱和情伤。仙主欲饮忘川之水，忘掉烦恼，被天地阻拦。仙主欲跳入忘川，甚至自毁元神，又被天地施法拦截。我是天帝，整个天界都是我的，我不准你死，更不准你忘记我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天帝将仙主拘禁于七武宫中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为让仙主死心，天帝密谋为仙上与封神指婚，并故意让仙主听到。水神封神到，陛下，专程召我和林秀，所谓何事？师兄，洛林心中早有所属，虽然不是他心中所想，但是洛林早已决定，非他不娶。我为你与林秀赐婚，不只是我的意思。眼下六界动荡，水神与风神联姻，才能鼓舞天界兵将的士气。洛林，难道你要违抗天命吗？谢陛下美意。洛林公主您与屠瑶公主永世和美，但要洛林违背本心，就算削了洛林的神境，沦为凡人，也恕难从命。陛下息怒，林秀与洛林子分，同门修炼千万载，情同手足，实在是不能夺人所爱。已经如愿嫁给天帝，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哎呀，天帝当时是为了时事才不得不娶屠瑶为妻，可心里他一直惦记着仙主，甚至想娶仙主为侧妃。屠瑶知道了，焉能不恨他？我拒婚之后，
曾来花界探望过子芬，但他竟然对我说，他的心里从来没有过我。自始至终，只爱过天帝一个人。你还是回去跟林秀成亲吧。先主陵园屋内已被毒火焚烧至重伤，他自知时日无多，便冷言冷语地对先上，希望先上能够放下他。他不想让先上为一场无可挽回的情事搞得狼狈不堪，唯愿先上与封神夫唱妇随，称心美满。我想与子芬一生白头携手，然世事无常，没了子芬，何谈称心美满？锦觅又是护世，国库伶仃，我又怎能原谅自己？我定要手刃那毒妇。就算神形俱灭，也要为子芬报仇。是这一意。先主元神俱灭，就算你为他报仇，他也不可能往生。况且，先主的遗愿就是希望这花界太太平平的，莫再有冤冤相报。先主怕小葡萄像他一样，耽于情事，郁郁而终，所以令众方主严守这个秘密，让葡萄终日以难状世人，10000年不得逃出这个水境，并由老夫我时时看管。本以为小桃桃这辈子能快快乐乐，无忧无虑，谁想到天意弄人啊！竟然是你！报仇归报仇，你怎可利用锦觅，将我花界少主置于危难之中？你可知道，那天后险些杀了他？伤他乃天后所为，实非我所愿。我不会再帮你了。难道玉兰方主真的要被冤？是你先背信弃义，我早就有言在先，报仇归报仇，绝不能牵扯进我花界众人。既然决定报仇，哪有万无一失？你若但凡再敢给锦觅招来半点伤害，我定不饶你。长方主一向铁面无私，法度严密，不知你我结盟之事，如果传到他的耳朵里，玉兰方主下场如何？不论如何，如今你我在同一条船上，既涉水，焉能收手？请好自为之吧。殿下，锦觅怎么样了？多亏有水神先上出手相救，锦觅已经无碍了。锦觅竟是水神之女，依照4000年前的约定，她便是我未过门的妻子。她不是天帝陛下的骨血吗？
父帝赠予他的灵力与他自身灵力属性相冲，水神已经亲自试探过了，确认了锦觅就是他的骨肉。不久，便会当众认亲。匡禄看得出来，殿下很是开心。我从未这样开心过，但也从未这样忐忑。我听着水神与长方主他们谈论起父帝与鲜花神子芬之间的旧日情事，水神对父帝与母神颇有介怀，恐怕未必会应允这门婚事。就算他们以前有什么过节，婚约早已经定下了。上神誓盟，天命昭昭，任谁也难以违背，不是吗？可是我知道，旭凤也心仪于锦觅，他的心思或许能瞒得了别人，却骗不过我。我实在不忍心伤他。那你就忍心放弃锦觅吗？火神殿下自幼就有天帝和天后的宠爱，生来便是嫡子，他已经拥有许多了。而殿下你一个人冷冷清清的，长夜与野兽为伴，从来不去争抢什么。如果连妻子也让给别人的话，那也……一次，旭凤，我就这一次对不起你，往后我再100次1000次的还你，你会怪我吗？长方主，今日站在这里，你如实给本座交代，锦觅到底是不是本座的骨血？先主英明在上，陛下问多少遍，牡丹都只有一个答复：锦觅并非陛下血脉。你休要瞒我，子芬乃是天元208613年夏至产后而亡。若按时间推算，锦觅正是本座的骨血无疑。陛下弄错了，锦觅并非夏至出生，而是前一年的霜降日所生。本座知道，当年是本座对不起子芬，令他含恨而终。我也知道，你们都为他抱不平。可是这几千年来，本座一直在找机会，来弥补当年的遗憾。你们也不想看到锦觅变成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吗？陛下莫非忘了，当年先主因何而逝，因谁而逝？就在前几日，天后寻至花界，毁先主方冢，锦觅险些命丧天后之手，陛下不会不知吧？倘若陛下还顾念一丝往日情分，就莫再将先主唯一的血脉置于危境中了。天后那边，长方主尽管放心，我自会去斡旋，让他乃至整个天界都接受锦觅。区一个锦觅，何敢劳烦天地费神筹谋？到时帝后失和，天界动荡，锦觅可担待不起。天界多歧路，当年先主以上神之尊都屡遭暗算，何况一个孤弱的孩子？锦觅有花界这方遮风挡雨之处足矣，还请天帝放他一条生路。也罢，此事需从长计议。但女婿知晓，虽时过境迁，本座却初心未改。本座有朝一日一定要与锦觅相认，我要风风光光的把她接回天界，也算对子芬的在天之灵有一个交代。既如此，牡丹拭目以待。鲜花神，我来看你了。
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叫你一声娘亲了？娘亲，我认了爹爹了，就是水神先生。他跟我说你生前最喜欢吃这个鲜花饼，巧了不是？我最喜欢吃的也是鲜花饼。喏，我给你带来了。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，可是是我亲手做的，味道还不错，你别嫌弃啊。说实话，这4000年来，我一直都在想，我会跟你在什么样的场景相见，可是竟然没有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重逢。之前我还在想，等见了你，我肯定要跟你说好多好多我心里话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在此之前我都跟你说的差不多了。你还真是个出人意料的娘亲啊！我以前可羡慕连翘了，因为一到吃饭的时候，他的娘亲就会让蝴蝶喊他回来吃饭。我就想着，如果我有娘亲的话该多好，我娘亲也会喊我吃饭。结果我现在知道我有娘亲了，我就更羡慕她了。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的娘亲啊？把我生下来不管我，还把我拘在水晶里4000年，让长房主骗我是一颗无父无母的葡萄。你还隐藏我的真身，害得我灵力低下。我跟水神爹爹到底哪里得罪你了吗？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，一起看斜阳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我在情书里哎，算了，虽然你对我不够意思吧，但是好歹也是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嘛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跟爹爹以后会好好的，等我以后有时间了再来看你吧。我走了。先上，趁着今日锦觅去祭拜子芬之时，有一事要向长方主请教。先上言重了，牡丹必定知无不言。我探锦觅真身之时，发现他的体内除了迦兰印，还有另外一道禁制。我问过老胡，他却怎么都不肯说。此事你可知晓？这禁制是先主当年亲手种下的，先主算出锦觅万年内将有一劫，以此给锦觅消灾挡祸。但具体是什么，我们也并不知情。当真？不过还请先上放心，先主当年种下这禁制，全然出自一片父母之心，对锦觅并没有任何坏处，还望先上放心。既然是子芬的意思，罢了。张姐，水神是锦觅的生父，我们为什么不把允丹的真相告诉他？水神先上一向心慈手软，顺应自然。以他的脾性，要是知道这允丹是压制锦觅天性的，
多半会将它取出。万一要是应了先主谶语，锦觅遇到了万年情劫，到时候我们又如何向先主交代？以后在九霄云殿上可不能再乱说话了。放心吧，弟弟，我就在那儿乖乖的坐着，听你们说话。我不多言不多语，我也绝不跟天后对话，这样他就拿我没什么办法了。天后若是再为难你，也不用怕他。嗯。水神先生，水神先生，蜀仙。水神先生，这是去往何处啊？啊，带小女去一趟九霄云殿。啊，这是小女解密。蜜儿，快见过蜀仙先生。先生好。看你行色匆匆，可是要下界？啊，我正要去寻先生。蜀仙寻我，所为何事？锦觅仙子，小鱼仙光，这么巧，你是要去巡夜吗？还不着急，时候尚早。对了，锦觅仙子前日里返回花界，诸位方主可有为难啊？那就好。锦觅仙子此番来天界，一定要小心。如今天后余怒未消，恐怕会对锦觅仙子不利。此番不如携润玉随行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小鱼仙官，莫要为我担心了，千万不要因为我耽误你上职。你我说话这功夫，估计已经耽误你挂星布业了吧？并未耽误。承蒙锦觅仙子上回所言，喜欢润玉，润玉打从心底里感激，能为锦觅仙子效劳，自是在所不辞。只是润玉自幼便有婚约在身，恐怕要辜负锦觅仙子的一番美意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大家都是朋友嘛。小鱼仙官，就算你有婚约在身，我也照样喜欢你的。我亦喜欢你。润玉见过先上，适才大意，不察先上神迹，还望先上见谅。承蒙锦觅仙子上回所言，喜欢润玉，润玉打从心底里感激，能为锦觅仙子效劳，自是在所不辞。只是润玉自幼便有婚约在身，恐怕要辜负锦觅仙子的一番美意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大家都是朋友嘛。小鱼仙官，就算你有婚约在身，我也照样喜欢你的。我亦喜欢你。润玉见过先上，适才大意，不察先上神迹，还望先上见谅。润玉不知先上何时来的，但想必听了些许方才我与锦觅仙子的对话。哎，小鱼仙官，润玉在此向先上请罪。小鱼仙官，不知夜神何罪之有？本神愿闻其详。润玉大罪，罪在不应该背负着父帝与水神仙上为润玉所立婚约，却对锦觅仙子动了感情。润玉虽非大贤大圣之人，但也不持三心二意之言。既然润玉与锦觅仙子已经互生情愫，日后便只能将心交与他一人，断然不能再与他人成婚。如此，势必要违逆与水神长女的婚约。润玉自知罪无可恕，还望先上责罚。我明明就是水神长女啊，她为何提出喜欢我，却又不能跟我成亲？啊，是了，小鱼仙官并不知情。夜神，快快请起。快起来吧，小鱼仙官。夜神可知，若违此约，有何代价？无非削神级，
便下界。如果能与锦觅仙子相守一生，放弃这天界浮华，又如何？啊，那万万不可！下界凡人命如沧海一粟，区区几十年，白驹过隙，却经历生老病死之苦。为了蜜儿，夜神不惧。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润玉心之所向，九死不悔。好，今日夜神之言，本神记住了，希望夜神不要忘记。蜜儿，走吧。哦，告辞了，小鱼仙官。别怕。今日本座喜得这6届音律第1的凤首箜篌，又正值家宴，大家不妨品评一二。难得我儿文武双全，又抚得一手好琴。我从旭凤小的时候便教他，琴道乃大自由之境界。如今星辰日月江海，人情世故百态，旭凤皆能信手拈来，化之为琴。只有我儿才配得起这6届第1凤首箜篌。天后教子有方。启禀陛下，水神先生求见。好，水神颇懂音律，正好让他品评一下。快快有请。是。锦觅，蜜儿，凤凰。水神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九霄云殿岂是精灵之辈随便踏入的？水神，莫非是有要事相商？不如各位先行散去，改日再异想天籁。且慢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不过想请天帝收回小女身上这5000年的火阳相冲之力。小女，正是。锦觅乃是我与子芬之女。什么？水神，你别被这个精灵给糊弄了。她真身就是颗葡萄，当日诛仙有目共睹。若说是水神和花神之女，未免荒谬。你还别说，锦觅和子芬长得的确有几分相似啊。丹珠，你也如九仙一般脑子糊涂了吗？老眼昏花了？天后所言极是，先生可莫要认错了。不劳天后挂心，若非人心险恶，子芬怎么会在锦觅诞生之时起便施法术压制其自身灵力？天帝可知当时花神因何仙逝？花
神之事，实乃天命。6界神录有载，花神本是佛祖座前1万年，入因果转世轮盘，本因湮灭，不想错入3岛10洲，为水神与玄灵斗母元君所救。一旦踏上大殿，便回不了头了。天后早在旭凤涅槃失踪之后，就深深忌惮于我。若真与水神结下姻亲，天后绝不会坐视不理。况且，匡禄以为，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哪怕遇到一些误解与阻碍，也是值得的，不是吗？我心下有数。此逆天之行，终必遭惩戒。花神寿终不过灵力反噬之果而已。水神昔年出手相救时，就该料到有此因果之报。说起6界神录，其中也有记载，业火乃破灵之术，分为81类，琉璃净火居其首，又分5等，毒火为其尊，是天灵，焚武内，仅历任火神能掌握此术。当年，夜神殿下到。润玉见过父帝，见过母神，见过水神先上。润玉婉儿不必多礼。听闻父帝近日得了上古绝音，凤首箜篌，润玉不兴挂业，故而来迟。如此看来，果然是错过了一场精彩的表演。平生汉事，又多添一桩。水神，可知锦觅真身为何？水神若不告知，那本座又如何解其火灵呢？锦觅生于霜降之夜，能栽花换水，体质极寒，真身乃是一片6瓣霜花。霜花，夜降昭示，来去匆匆无踪迹。这轻飘飘的，倒不如那葡萄富态可爱啊。锦觅仙子，不知水神先上所言，究竟是为何意？果然体质阴寒，非我所出。真是太可惜了，5000年的灵力啊！不想，竟是水神之女，可惜了。父帝之意，莫非锦觅仙子是仙上之女？锦觅就是水神的长女，也是你未过门的妻子。蜜儿许配给了润玉，那凤娃怎么办呀？认爹爹套餐吗？认爹爹送丈夫，还得买一送一的？谢父帝恩典，多谢水神先生。小玉仙官为人最仗义，与他相处倒是自在。可是，蜜儿，你愿意吗？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旭凤，
成亲嘛，好说好说，谢谢天帝跟弟弟的恩典。不如锦觅仙子就先别这根葡萄藤吧。那谢谢小玉仙官了。听闻前段时间火神在凡尘不慎遗落这环帝凤翎，不想竟被锦觅仙子错失，现在也该完璧归赵了。这个本来是我捡的，不过这件凤凰已经送给我了。旭凤，你还不快点收好！今日可真是个吉日。如今水神仙上得女归，夜神得妻正，火神失误返，真是可喜可贺，三喜临门呐！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送出去的东西，岂能有收回之理呀？何况我已是在锦觅仙子处的，何止区一纸凤翎啊！若是归还，就一并都还了；不然，就一样都别还。言下之意是要收回那1000年灵力？不行，刚刚才失去5000年灵力，不能再雪上加霜了。我不还，一样都不还。明日戌时，留寺值班，等我。爹爹，我怎么觉得做了水神爹爹的女儿，好像大家都没那么欢喜？锦觅仙子自己欢喜吗？嗯。锦觅欢喜，水神欢喜，润玉也欢喜。殿下，殿下。不想，这锦觅竟是水神之女，还与夜神早有婚约在身，真叫人意外。不过倒也真是，他们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天作之合？难道不是吗？这可是天帝定下的婚约。那又如何？殿下，你该不会对锦觅动了真情吧？我的事不需要你操心。他做你书童的时候，便与那个夜神十分亲近。如今他与夜神有了婚约，却还在扰乱你的心。此等轻浮的女子，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就算殿下一时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也莫要忘了，有些事情逾越不得。未成想，你与子芬竟然还有一个女儿。当年的子芬经历了那么多，我们竟一无所知。若是
若是你我都知道子芬的性子，若是能重来，恐怕结局也是一样的。若不是当年听信天地谣言，我又怎会与你结为夫妻，这般伤害子芬？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要说错，皆是我的错。我不该听信天地，害了子芬，也耽误了你。我们要替子芬讨回公道。我何尝没有这样想过？子芬之所以隐瞒你我，恐怕也是担心我们会为了她不顾一切。她如此煞费苦心，我们要再莽撞行事，岂不是辜负了她？她向来都是替别人考虑。如今一切已成定局，你我再自责，已是无用了。能够认回锦觅，或许是子芬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。日后行事得更加稳妥。今后，我就是锦觅唯一的依靠。还有我，以后锦觅便也是我的女儿。凤娃，凤娃，你干嘛一个人杵这儿啊？脸色还这么差。世事无常，谁能想到锦觅是水神之女呢？唉，葡萄没了，光剩皮上那层霜了，凉飕飕的，都不那么可爱了。哎，对了，凤娃，这对你来说可是件好事啊，因为他跟你可是没有半分血缘关系的。该高兴的是润玉，她现在是润玉的未婚妻。哎呀，几千年前的老黄历了，既然是未婚，那便算不得夫妻啊。你还是有大把机会的，叔父啊，看好你哦。方才在大殿上，我知道锦觅不是父帝的女儿时，我不知道有多欢喜。可紧跟着，他和润玉又世事难料啊。凤娃，你不会是想要放弃吧？我不知道，一直以来，但凡我拥有的东西，都会和润玉一起分享。可唯独锦觅，我没办法拱手相让。你说是不是我太自私了？傻鸟，这是真爱啊！试问天底下哪个男子肯把自己心爱的女子拱手让人呢？可我和锦觅的未来，注定是一条崎岖之路。且不说天地和水神的上神之事，就光母神这一关，就很难过。对方若是旁人也就罢了，可他偏偏是我的兄长，大不得，整不得。根据老夫多年观察呀，古往今来，但凡有情人终成眷属的，那多半是脑袋一热直接上阵，那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哪来那么多瞻前顾后啊？叔父，我跟你说正经的了，老夫可没工夫跟你瞎掰扯。当务之急啊，是要先弄清楚锦觅的心意。只要你俩心意相通，别说是父地母神了，就是那上青天的斗母元君呐，也没办法把你们给拆开。
只要你俩心意相通，别说是父地母神了，就是那上青天的斗母元君呐，也没办法把你们给拆开。若是归还，就一并都还了，不然就一样都别还。我不还，一样都不还。殿下，东西准备好了，搁这儿吧。是。殿下，查得如何啊？自打黑衣人最后一次出现，潜入了水神的落香府，属下便日夜派人在门外盯梢，但始终未见其再现身。这期间，只有蜀仙频繁进出，与水神下棋。属下认为这二人嫌疑最大。蜀仙？可黑衣人修的是水系术法，蜀仙乃是一介散仙，修的是土系术法。属下明白，属下这就去查。站住！你明白什么了？你去查什么呢？水神。谁让你去查水神的？殿下适才。你有确凿的证据吗？水神和夜神有翁婿之谊，他们二人修的都是水系法术。这天界能伤殿下的，除他二人，不做他想。你一拍脑门子就能想到的办法，别人自然也会想到。此事无非是两种结论，或如传言所说，想谋害我的人就是夜神和水神，但是痕迹又太过明显，以二位的心性和谋略，不至于出此下策。或者，这个黑衣人在下一盘大棋，意在挑拨我和夜神、水神之间的关系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一定会再次现身。所以我现在倒是觉得，此事不宜声张，盯还是要盯的，但是要外松内紧，最好营造出一种不再继续往下查的假象，这样把大部队撤回来，派几个机灵点的，暗中打探。属下明白，去吧。先生，预备何时责罚我呀？今日我可是来请罪的。那日小鼠不慎走失，竟引得锦觅仙子触怒了天后。若非蜀仙之功，我父女此刻还无缘相认，正不知如何感激呢。那我倒要向先生讨个谢意，陪我下这一局如何？这难道是？正是，水神与洞庭君未下境的那一局食热誓。杀招太盛，那日我便投子认输了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即便今日，也是如此。哎，如此轻易认输，这棋下得好没意思啊！不如我让先生二三子。今时今日，你我对弈，哪里还在乎什么输赢？只不过是图一个心境清明罢了。蜀仙回去要好好劝劝洞庭君，常诵清净经，遣其欲，而心自静；诚其心，则神自清。洞庭君日日忧思前尘往事，心境怎会安然？难道先上你就毫不在意那些曾经令你痛苦不堪的伤心事吗？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行依旧，
枕寒流，何必徒增烦恼，顽执不化呢？先上修为超凡，心怀悲悯，在天界德高望重，一呼百诺，便是这洞庭君也甘愿俯首。难道非要做一个闲云野鹤方外之仙，岂非可惜？我生性不爱争斗，又不贪恋权位，朝堂之事素与修仙背驰。现下我寻回女儿，不求繁花似锦，但求淡云流水，安度此生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我知道此番劝你不动，然洞庭君也无法奈我何。这一局平。先上的棋艺又精进不少啊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，须是天意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不多留蜀仙了。好，那小仙就告辞了。请留步。回去告诉洞庭君，道也无名，无为而无不为。小仙明白了，日后当不会再来叨扰仙上了。仙上保重。那锦觅扮作书童，在七无宫里与殿下朝夕相处，殿下怎能不被他迷惑？还好他与夜神早有婚约，可算是断了他的念想。还好。你没看到昨日润玉着急认亲的样子吗？这位夜神大殿可不像我们旭凤这么单纯，他心思重着呢。他这么着急跟水神缔结亲事，可不就是为了早日可以跟旭凤分庭抗礼吗？凭他也配吗？看来你和旭凤的婚事要早日定下来，先下手为强，巩固旭凤的地位，绝了旁人不该有的心思。男女之事，自然是两情相悦才能水到渠成。我这一个巴掌也拍不响。哎呀，傻孩子！要知道，男人对男女之事都是后知后觉的。你呀，便拉下一点面子来，主动一些。殿下哪里是后知后觉？左右他见我是无知无觉，对锦觅那可是先知先觉。姨母竟没瞧见吗？昨日殿下的眼睛，一刻也不曾离开那锦觅。火神殿下到。你先到后面去，我探探旭凤到底是何意。是。母神，润玉与锦觅的亲事，你怎么看？那是4000年前父帝与水神仙上定下的婚事，锦觅并不知情。天命之下，不外人情，婚事也得自己喜欢才行吧？我并不是问你，他们两人是否情投意合，我只是在提醒你，润玉和水神已结为姻亲。这6界中看似平和，实则暗流汹涌。现在润玉和锦觅定亲，等于是有了花界的支持，和水神、风神的助力。你一个人在前面浴血奋战，后面却有人图谋不轨，小心腹背受敌。母神，不妨有话直言。那你何时跟穗禾成亲？儿臣前几日已经回过母神了。旭凤年纪尚轻，暂无成家之心。那是前几日的事，前几日我纵容你，可是今日不行。润玉夺嫡的势力已成，你必须跟穗禾尽快成亲，否则兵权旁落，那是早晚之事。鸟族是名门望族，只有穗禾的势力和地位，才配得上你的身份。说儿臣不孝，我无法娶穗禾为妻。为什么？儿臣与母神不同，儿臣
只想与自己心爱的人厮守一生，并没有母神那般雄心壮志。为了权位，放弃所爱，说儿臣难以从命。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的母神，母神为让儿子坐上帝位，难道要罔顾我的幸福吗？母神跟儿臣说的这些话，儿臣出了这子房云宫便会忘了，一个字也不会向旁人提起。也请母神忘了吧，儿臣军务在身，告退。你必须得牢牢记住这些话。我今日所言，终有一日你能明白，世事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不知道你何时才能清醒，可是眼下，你必须得跟穗禾成婚。穗禾，你莫要怨他。殿下一定会明白姨母的苦心。穗禾又怎会怨恨殿下呢？要怨，也是怨那水神之女锦觅迷了殿下的心窍。没想到，锦觅居然是你的孩子。我也没想到，陛下也曾经认为锦觅是你与子芬的孩子。洛离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洛离，我对子芬是真心的。你口口声声说对子芬是真心的，那你为何要伤她的身，毁她的心？我知道，这都是我的过错。我是被妒忌冲昏了头脑。我让你跟林秀成亲，是为了留住子芬，可是没想到，他还是含恨而终。你可知子芬是如何死的？花界传讯说，子芬回去之后，整日郁郁寡欢，最终含恨而终。子芬，你真的不愿意让我告诉他吗？你知道我与花界都情愿为你复命。这一切罪孽，本座愿一力承担。承担？子芬已经不在了，我自己的女儿，4000年来从未见过她自己的母亲，你又该如何承担？我知道，这4000年，每每想起此时，我都不能原谅自己。洛离，我现在以好友的身份恳求你，我希望你跟子芬能够原谅我。我已经失去了子芬，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个知己。我是不会原谅你的，否则我就对不住子芬。我现在能做的，就是遵从子芬的遗愿，不再为此事冤冤相报。为了让更多天下苍生共享太平，只牺牲子芬一人。我知道，锦觅是你跟子芬的孩子。等她嫁给了润玉，她也会称我一声父弟。届时，我将为他们举办一场天界最隆重、最盛大的婚礼，也算对她、对你跟子芬做一些微薄的补偿。若不是锦觅钟情润玉，我断然不会让自己的女儿与天家再有任何瓜葛。以你在天界的威望，我不能让你对我有丝毫怨念。
不过锦觅，我会真心实意对她好的。